你们听过长房喜女吗？喜女就是把排行第一的女儿杀掉，只留下儿子，9代长男，才能保家族长盛不衰。我叫宋浙，港城首富家的大少爷，手段雷厉风行，人人忌惮。没人知道，26年前我妈投胎生的是一个女孩，那个女孩就是我。我是港城出手最阔绰的2代，拍卖会上豪掷千万拍下鸽子蛋钻石项链，我随手送当红女星邓菲菲。哪怕前天她还是我发小的女人。搂着她离开时，叶晨忍无可忍地追了上来。宋浙，你为什么总要跟我抢？我到底做什么得罪你了？他死咬着牙，狠狠把我按在墙上。邓菲菲立刻护在我面前。叶晨，你要碰宋少一根指头试试，我跟你拼命。他为他淋过雨，送过万朵鲜花，砸了一部又一部电影，用心呵护过的爱人，在背叛时却如此轻易。叶晨脸色煞白，不可置信松开手。我含笑看着他，不舍得错过他细微的情绪变动。我们曾是发小，但早就分道扬镳。都赖我，只要是叶晨看上的东西，无论是地皮、项目还是女人，我都有争一争的兴致。宋浙，看我痛苦，你很开心？你为什么会变成这样？你想知道为什么？我反客为主，捏住他下巴。叶晨个子比我高，身材挺拔修长。说实话，这个姿势相当别扭，但只要我不介意，介意的就会是别人。我眼中锋芒毕露，他果然不自然地避开了，我却不依不饶凑过去，炙热的酒气落在他耳垂边，嗓音细泄。叶晨，你错在让我觉得过分可爱。叶晨的表情像凝固住，他猛地推开我，避之不及的模样反而惹得我恶劣大笑。愚蠢的可爱，你看项目的眼光就跟看女人一样差。我提醒过你，不要跟邓菲菲一起，你还不知道她其实是荣华地产老总的情人。叶晨愣住，看向脸色惨白的邓菲菲。既然你不听，那我只能用自己的方式处理。说罢，我拍了拍他脸颊，在保镖簇拥下离开。好事者拍下这幕，说宋叶两家公子又为女明星大打出手。叶晨想不通我针对他的理由，其实很简单，我宋浙喜欢谁就会针对谁，我要他时时刻刻分秒必争地想着我。夜深了，脱下西装，我将自己淹在浴缸里，直到我妈从我身上拔出最后一根阴针。阴针是特制的，长有3寸，封住周身18道穴位，就能在不用激素的情况下掩盖住这具身体的特质。我已经感觉不到疼，最多轻抽一声气。再疼，只要次数多了，人就会习惯的。随着一根根针落，我的身体也出现变化，水中浮现出一具凹凸有致的身体。我妈擦干手，跟叶晨保持距离吧，等你拿到继承权，一切尘埃落定，什么人不能有？拥有权利才拥有一切。我哼笑，当然，你奶奶、爸爸要知道你身份，会杀了你。他声音一沉，也会杀了我。我说知道。我15岁就开始处理公务，没人比我更清楚宋家背后的手段。宋家长女活不得，我家祖上信奉长房喜女，喜女是一种极其残忍的秘术。如果第一胎是女儿，必须祭祀掉，只有儿子才可以留下。9代长男能保家族长盛不衰，而我正好是第9代。我妈出身世家，祖上做过钦天监，懂些秘术。这招叫封阴，古时宫中娘娘用过，将阴针扎进女婴身体里很冒险，只有很小机会成功。但当时箭在弦上，不得不发。宋老太太在外头等着，焦急地催问性别，要是女娃就必须处理掉，否则厄运会降临宋家。老太当年连生3胎女，都是这样处理的，直到拼到4胎，才有了我爸宋家长男。我妈又重新将针扎进身体，声音又重新回归男子的清润。这时管家通知我下去，我爸回来了。他这次说是去出差，实际上是带2弟宋莲去美国玩，庆祝他被知名大学录取。宋莲他妈是我爸养在外头的2房太太，2房争了20年，胜负还未定。哥，我在路上看到你跟叶哥起冲突，是不是又是为了女明星啊？你这样可太让爸爸担心了。他做出一脸关心的模样，哪壶不开提哪壶。我懒得看他，似笑非笑，还好吧，又没玩出什么事，我可没你有能耐，年纪小小，成果多多，百发百中，真让人羡慕。我们这一代的长孙就得靠你努力了。他脸刷的一下变了，支支吾吾看向爸。既然玩嘴炮，那我就奉陪到底。小莲，爸给你取名为莲，是只廉耻的莲，你可不要辜负我们的期望。宋莲花天酒地，把饼一抓一把，我也不知道他哪来的底气过嘴硬。我爸装模作样训他，小莲，你今年才去上大学，你哥这个年纪早独当一面了，你以后要虚心向他学习。宋莲用怨毒的眼神盯着我，我欣然接受，敌人的恨是最好的战利品，有我在，他永远老2，无论才智、手段，甚至样貌，我都在他之上。可这一切都建立在我是长子的身份上。回到房中，我正要入睡，却收到一条匿名信息。宋浙，我知道你所有的秘密。看到信息瞬间，我眉头蹙了起来，里头附带一张我的照片，只是里头我是女装，看过我女装的人屈指可数。我心里有了名单。2年前我去国外秘密谈生意，
游轮上遭到暗杀，杀手下手极狠，我腹部受伤，追逐战中，我拔出阴钉，换上衣裙，成功用女性的样子逃脱了追捕。但我没料到，我藏进的套房里有人，还是个老熟人叶晨。我戴着假发，又故意浓妆艳抹，叶晨一脸惊讶恍惚，但他怎么也想不到，眼前的女人会与他的发小是同一个人。我仰起头，眼角自然泛红，含泪哀求：“先生，我爸欠了赌债，把我卖给追债的了。他们说要带我去缅甸卖器官，求求你收留我。”这个角度，他会看到我微颤的睫毛，易碎又无助。我善于利用容貌上的绝对优势，这张脸能让我节省非常多的事。叶晨果然恍惚了，手足无措地安慰我，满脸坚定地要我放心。他不仅让出房间，还保证将我安全送走。他有时会痴痴看着我，在我发现后，又此地无银300两地撤开视线。我敏锐捕捉到，直接问：“你总看着我做什么？”叶晨含糊其辞：“没，就是觉得你长得有点像我朋友。我这样满肚子坏水的人，有坏心眼也是很正常的。”于是明知故问：“你朋友是女朋友吗？是她好看还是我好看？”叶晨闹了个更大的红脸，连连否认：“没，男的，我发小，一个很恶劣的男人。”他打开话匣子，抱怨着这些年心中怨愤。那个人从小到大，样样都要压我们一头才满意，好像没什么事能难住他。你讨厌他？我挑眉。海浪潮热，叶晨站在风口，乌发凌乱，眼神复杂。不算，更多是嫉妒或者害怕吧。我们小时候一起被人绑架过，那会大家才初一，歹徒要把我们灭口，可那家伙反用一块碎玻璃反杀了3人，你敢信？他割断他们嗓子时，我目若呆鸡。或许从那天起，我就知道自己这辈子再没机会赢过他了。叶晨认为我是个不懂恐惧的人，他错了，只是我从出生那一刻就习惯了恐惧而已。3天后船抵达，他突然搂住我的腰，认真地提出：“木木，我不在乎你的过去，你愿意跟我一起吗？”木木，宋字一拆，我随口取的。他的眼神认真的近乎灼热。你的债务我帮你还，以后让我保护你，好不好？我着实吓到了，什么玩意？我说不好，开什么玩笑？我可没那么多时间陪他玩恋爱游戏。过了几天，发小们聚会，我那次谈成了跨国大生意，地位越发稳固，各家子弟争着抢着要敬着我酒，觥筹交错，纸醉金迷。叶晨红着眼盯着主位上的我，疑惑、不解、痛苦在眼中反复交织。离席前，他突然提出：“送这，等会去打球吧，篮球，老地方见。”我知道他在试探我的伤，我答应了。球场上无数次剧烈冲撞后，我身体轻盈跃起，用一颗漂亮的3分球定下胜局。他看着一脸没事人的我，眼里的光暗淡下去，自言自语：“我真傻，怎么会觉得你是他？”回家后，我妈给我上药，腹部的伤口又裂了。你呀，不打这球会怎么样？他也拿不出什么证据啊。他叹气，球场如战场，上了就要我怎么会输？我蹙起眉，告诉他，无论在什么地方，我送这药的只有胜利。后来听说叶晨秘密找着一个女子，失败后他开始谈各种女友，只是以后每个女人都有一些地方像我。如果真是叶晨出卖我，我凝望着窗外无尽的夜色，霓虹灯包裹下的都市很是美丽，像一张光怪陆离的糖纸。我上好弹夹，配好枪，让司机送我到叶晨家。如果真是他，那就留不得了。跑车轻车熟路驶进叶家别墅，不等管家通报，我插着裤兜，大步流星推开2楼卧室门。叶晨喝得不省人事，他的新女友衣服脱了一半，我心中厌烦，说滚。女人抱起衣物，离开前还识相地关上门。我直接跨骑在他身上，枪抵在他下颚。叶晨，还认识我吗？服下土真剂，在酒精的助力下，叶晨对我知无不言。木木，你终于回来了。他眼底发红。我们离得太近，他瞳孔里浮现出我此刻的模样，眸光沉沉，是完全压迫性的冷厉。我的气息若即若离地落在他鼻尖，用作蛊惑。你还对谁提过我们在游轮的事？没有，我答应过你，绝不透露你的一切，我做到了。夜色抚过窗外的棕榈树，婆娑摇曳。他衬衫半开，视线自下而上凝视我，让他有种被主人遗弃的委屈。我脸色晦暗不明。宋这为什么看不起我？为什么连跟你一样的女人都不肯跟我一起？为什么呢？吐真剂让他肆意吐露着真心。圈里传言，叶晨找的女人与我相似，一定是为恶心我。叶晨在乎的到底是木木还是宋振？或许连他自己都不懂。这时，新的短信又来了。宋这，屠戮即将开始，你准备好了吗？宋家大少爷是女人，这个谎言拆穿的那天，就是你身败名裂的时候。真期待你的死期呀！就在当晚，宋家又出事了。我爸的幺妹光着身子从桥上跳江自尽。我奶奶能生，在连续掐死了3个女婴后，又生了1男2女。死掉的小姑从小怕水，可监控里她满脸挂笑，用令人头皮发麻的声音说：“我又看到了3个姐姐，她们还是婴儿，冲我笑，朝我哭，去哪都要死死跟着我，还要我去陪她们玩丢手绢。还有好多婴儿，她们哭得我崩溃，我要解脱了。宋家女眷向来短命，
死之前都会被幻觉折磨得不成人形。我妈忧心忡忡，前面3个表亲也是死得蹊跷，还有在宴会上用酒瓶刺进自己喉咙的。酒是喜女可换无穷财富，我们做了弊，这会是反噬吗？恐慌平等地笼罩着宋家每个人。我爸大发雷霆，直接把矛头指向我，怎么到现在还没抓到凶手？啊，这真的让我很失望。我斜睨他，不知道以为我改行做警察了。这样，我组个饭局，您直接问张局，行吧？我爸梗了梗，话锋一转，你最近忙正事，生意上的事多，交给你弟，让他给你跑腿。你弟是需要打磨了。哟，杯酒释兵权，想趁机削我权啊！我喜怒不形于色，可宋濂是个脸皮浅的，沉不住半点气。好的爸，我肯定不让你失望，哥能做的，我肯定也行。我爸偏爱外事不是秘密。宋濂长得最像他，他私下说，啊这心思重，跟我总亲不起来。一座山头容不了2虎，他是该防着我。我很大方说，当然，一家人，谈什么两家话？这样吧，东城的厂子盈利最好，就交给宋濂打理。我的表态让宋濂母子喜笑颜开的，小人得志的样子把我属下都气炸了。老大，凭什么交给他？这可是兄弟们用命打下的。宋濂一去，先大刀阔斧动人事。我让大家冷静，东城水有多深，你们最清楚，不是每个人都有福气接得住泼天福分，他压不住，不用我们出手，自然有人会请我们回去。不是要磨砺他吗？这方面我最擅长了。他买通稿抨击我行事跋扈，转头我全网发他跟女网红开房丑闻，他前脚安排舅舅进去，后脚对方就因贪污工程款进牢子。我跟宋濂的战争日渐白热化，他处处吃瘪，原本铁板钉钉的地皮流拍，连银行也卡他批贷流程。连丢几桩生意后，这小子气急败坏去告状，宋这你是不是故意的？眼睁睁看我踩坑，东城那帮人根本不听我的。我和蔼可亲鼓励他，怎么会这样想？你那么优秀，一定可以找出办法。没有办法的，我日积月累编织的人脉网。他入局就如飞蛾扑火，只剩死路一条。二房最善卖惨，闹了半天绝食，惹得我爸心疼的不行，敲打我，啊这不要眼里都是利益，兄弟情大过天啊！我笑不可支，爸，瞧你这话说的，我还以为我们在一个子宫待过呢。奶奶掐死你3位姐姐时，想过母女情大过天吗？这些年也不见你给他们超个度，祈祷下辈子别投咱家。喜女术是家里必会没身的禁忌。我爸脸色刷的就变了，义正言辞的怒斥我的不孝，没有祖宗的基业，你能享受荣华富贵？你能随便捧女明星？你知道有多少人羡慕你？最没资格说的人就是你。我为什么没资格说？死的可都是我的亲人。我不为所动，只问他，如果我是女孩，我的孩子也是女孩，你会下手吗？口说无凭，这里有份人身安全协议，你敢签，我就道歉。我爸当然不肯签，别闹了，这些都是祖宗家法。所以别再跟我提什么兄弟情，按需分配的情，按力索取的义，也不嫌恶心。在排山倒海的压力下，宋濂最后引咎辞职。重回东城那天，我在酒店高调设宴，连摆3天。我知道背后凶手也在看，随便看。我甚至拍下热闹一幕，发照片回去挑衅。不是要公布我的身份吗？欢迎啊！这天我突然被警察请去喝茶，因为小姑死前最后一通电话是打给我的，警方借着这个事翻来覆去审我8个小时。有人在故意拖延时间。成年后，银针在体内超过24小时会造成无法逆转的伤害。饶是我自制力非凡，走出大门时也几乎虚脱。上车不久，几辆形迹可疑的车尾随而上，杀手开枪后，我当机立断，走老街，在巷道里放下我，然后你们引开。抽出阴针，我踉跄逃出巷道，黑暗尽头，我看到了叶晨。他从法式餐厅出来，正要上车，没有犹豫，我一把将他推进车里。送着。不等他反抗，我脱下外套，用赤裸的手臂勾住他的脖子，他下意识接住我，2具身体不分彼此的交叠。我失控的喘息落在他耳边，叶晨，帮帮我！杀手意识到调虎离山，掉头追上。5分钟后，2个假警打扮的人过来查车，叶晨趁衣大敞，慵懒地打开车窗，不是吧，跟女朋友亲热，这也要查？2人往里看，他身后的女人慌乱地捂住男士外套，他轮廓陷在阴影里，无处搁置的长腿曲线优美。假警一走，叶晨立刻狠掐住我的腰，双目因为充血而显得异常凶狠。宋这，你最好给我解释下这是怎么回事。不怪他愤怒，当年游轮上我装无辜到底，楚楚可怜说是为他好。叶先生，我是无依无靠的人，你是家突族2代，我们身份天差地别，是不可能长久的。叶晨有着富2代的通病，以为自己是世界准则，所以我留了一封信不辞而别。他猛地晃动我肩膀，直到我软绵绵垂向一边，他才意识到，你中弹了。麻药让我做了个好梦，梦里妈妈用藤条狠狠抽打着我，她严格管控我的一举一动。我喜欢的猫狗总会消失，因为妈妈说，只有小女孩才喜欢这些中看不中用的东西。她让我掐住幼猫的脖子，要我使劲，我不肯，她就声嘶力竭地哭诉，如果你被人发现身份，你的下场就是死，你怎么就那么不懂事？
我反问，迫害小动物就能证明自己是男子汉？刀刃对向弱小者不是勇敢，才是真正的懦弱。我宋这不是吕薄冰的幸存者，我要做堂堂正正的赢家。醒来后，我的腿伤已经处理过，床上的几只猫被惊动，瞳孔森森盯向我。四周静的与世隔绝，别墅所有窗户都焊死，这里没有网络，没有任何通信设备。叶晨囚禁了我，这是你应得的，宋这，你该为自己的傲慢买单。叶晨在我脚上套上链条，他心情不错的哼着歌煮了粥，吹好，舀一勺喂到我嘴边。我不吃，他就捏起我下巴。我跟他对视，表情没有丝毫起伏，放我回去，我会当什么事也没发生过，我们还是朋友。叶晨，绑架我是什么下场，你应该很清楚。他不为所动，我清楚，所以这间密室是特意为你准备的，没有一点能伤人的东西，喜欢吗？我怒极反笑，你胆子挺大。他唇角勾起，怒不转睛盯着我。没有你们宋家人胆子大，欺世盗名，亲生孩子都下手。看来他已经知道长房喜女的秘密。此竹源于唐，兴于宋，你们宋家从几百年前就是钟鸣鼎食之家，代代出高官，辈辈出状元，到了近代更是财运亨通。可越到后面，生儿越难，光是这9代就献祭了上百女婴，对吧？他的兴致勃勃让我眼皮跳了跳。叶晨的手掌摩挲过我的后背，肩胛处下是阴钉扎出的老疤，多疼啊！阴针要扎进肉里3寸，难怪你从小对谁都不亲近，谁也靠不了你的身啊！其实你不用吃这种苦的。他细细描摹我的五官，尤其唇边，车上他咬破的还没愈合。这种审视的姿态我太懂了，有的男人一旦有了权利，就会迫不及待展现。叶晨会这样，我挺意外。我讽刺，之前还对我避之不及，现在怎么回事？深贵啊你！那也是你逼的。他哑声，顺着血痕重新亲吻了上去。我手脚被困，无法反抗他的碰触，他声音暗哑又十足兴奋。宋这些年我一直拼命想赢过你，做梦都想，后来我发现自己错了，比起赢过你，我更想拥有你。对于我的失踪，宋家必会没深。叶晨告诉我，我家没有报警，也没有暗地追查。你家说你出国了，宋莲趁机接了你不少生意，你看宋家没了你照样赚啊，你该放下了。为了以防万一，叶晨给我注射了药物，某种让肌肉松弛的东西。我昏昏欲睡时，他会爱不释手抚摸我的头发，在我耳廓边喃喃啊，你要以前就能这样多好，不会高高在上，不会牙尖嘴利，让人捉摸不定。看，如果我是男人，叶晨再喜欢我，也不敢走这步棋。我成了女人，他就一下觉得可以征服我。本质我变了吗？没有，我还是我的心性脾气还是那样，是女人这个性别给了叶晨偏见的权利。叶晨很享受控制我的一切，他说喜欢看我穿裙子，每天送来各类名牌衣裙，琳琅满目的珠宝项链，以为我会像他那些前女友一样，对这些东西欣喜若狂。可论起豪掷千金，他从不如我。是啊，你一向会哄女孩，给邓菲菲都能送几千万珠宝，他对我不屑一顾，对你却有几分真心。叶晨冷笑，你失踪后，他倒是各方奔走，说你不会不接他电话。知道为什么菲菲更喜欢我吗？我不怕告诉他，他为给患病的父亲治病出道，被人骗去拍了不雅照，才被华荣地产老总拿捏，我帮他解决了这些。叶晨，你连收买人心也做不到对症下药。哦，那真该让他看看你现在的样子。他赌气似的，看到仰慕的男人变成女人，他还会在乎你吗？我无所谓，想知道。那你让他过来呀。叶晨闭嘴了。有晚他应酬回来，身上全是女人浓烈的香水味，我对龙涎香过敏，连呛几个喷嚏。可叶晨扣住我肩膀，执拗地抱住我问，你不问问我跟谁见面？他缠得太紧，我只略一思索，是新能源科技庄家的小姐。你家一直想从传统能源转型，还并购了相关企业，与庄家深入合作，会是很好的选择。他拉下脸，显得很失望啊，你就不会吃醋吗？我愕然，真心的。你知道我在家族不受宠，如果妻子家强势，或许我有一争之力。叶晨急切地证明自己啊，我可以为你放弃这些的。我眼眸平静地看着他，首先，我需要你放弃吗？不需要，我想要的生活我自己会去争取。他被我的态度堵得一滞。现在这样有什么不好？别做宋做我的木木不好吗？我给你新的身份，我们可以出国，那里没人认识我们，你可以过你想要的生活。我原以为大家从小相识，多年相斗，他多少会懂我。我就是宋不管你承不承认，我是9代以来唯一活下来的长女，这才是我的战场。囚禁的第3个月，我似乎接受了这样的生活，每天无所事事，甚至学了点插花做饭。长期注射，我走几阶楼梯都喘得慌。跨年那天，叶晨是推着轮椅带我去了楼顶，天空一簇簇烟花炸开，我仰头看，眼里浮现出难得的喜悦，甚至表扬了一句不错，新年快乐。叶晨心花怒放，没注意到烟花富有节奏地放着时，我手指也同节奏地敲击着轮椅把手，转换成摩斯密码，那就是
行动即将开始。最后一簇烟花结束时，叶晨被我擒住手臂，摔到地上。他喝了酒，本就动作迟缓，对我的突袭完全没抵抗力。这样剂量的松弛剂对我其实没太多用。我从轮椅站了起来。叶晨大概忘了当年我们是怎么从绑匪那逃出升天的。我不吝啬花时间观察，在猎物放松警惕时给予致命一击。叶晨，你的密室准备了很久吧？为我量身定做，你跟短信威胁我的人一直有联系。我用他的手指打开手机，神秘人最近一条信息是8天前，给宋浙增加剂量，起码50 ml， 不要掉以轻心。最近我表现得异常虚弱，叶晨就没继续加量。他不可置信地瞪着我，你想引出那个人，才故意被我控制，算是吧？不这样，对方又怎么会最快浮出水面呢？蜿蜒山路上，10几辆车疾驰而来，先下车的女人就是邓菲菲，不需要伪装的她行事雷厉风行，第一时间奔向我，半个眼神不给叶晨。老板，收网开始，我们已经控制住了局势。他被我策反离开荣华地产后，就充当着双面间谍，深受我重用。离开前，叶晨还倒在地上，哑着嗓子说喜欢我，喜欢，然后每天给我注射药物。我失笑，叶晨，我承认，以前你在我心里是不一样的。年少被绑架，面对歹徒，叶晨挡在我面前，说冲他去。他很怕，可他敢这样说，这一幕我记了很久。他眼里浮出欣喜，可我用人的原则，首要的就是忠诚，其他都好说，唯有这个是我的底线，你要我怎么相信你？连真实的我都不敢面对，还谈什么喜欢？他喜欢我千依百顺，就像游轮上孤苦无依的木木，可那压根就不是我呀。至此，神秘人的身份呼之欲出。邓菲菲口中的部署点就在宋家祠堂外围，这是我家老祖宗修的，雕梁壁画，气派非凡，几百座牌位前香火不断。祠堂下还有一座古堂，我沿着楼梯一步步往下，密室中央的那个巨大血阵，据是著名玄学大师李峰所创，每个被祭祀的女婴都会在这里进行处决，由生母亲手掐死祭祀。我原本也应该死在这里。知道我身份，了解我行事风格，连我这具身体需要多少剂量药物才能放倒都知道的人，只有你呀，妈妈。祭祀台上的女人转过身，她气质高雅，哪怕在这阴森诡异的环境里也无损风度。而我爸眼神呆滞地跪在地上，头颅上插着几根阴针，早已被控制。妈妈，可我不明白，我是你唯一的依靠，是你帮我铲除异己，从小教我生存之道，为什么要背叛我？为什么手把手教叶晨打造密室，怂恿他囚禁我，伤害我？现在我明白了，妈妈。我的视线落在她隆起的腹部上，妈妈她怀孕了，是个男胎，6个月了，所以这也别怪妈妈心狠。九世喜女换累世财富，一旦做不到，就会被反噬。小姑的下场大家也看到了。妈妈轻柔地抚摸肚子，只有你不在了，重新祭祀，我怀里的儿子才能平安，反噬才会真正停止。我不在，我像听不懂人话，志同一样重复。妈妈，是我必须死的意思吗？你给叶晨说的剂量，如果每天如实执行，我不死也残，你这是借刀杀人。我妈眼里浮出泪光，好像被我欺负了似的，低啜。这妈妈也不想的。我的心脏像被浅浅的浪覆盖住，无声无息，无法生还。一开始，邓菲菲情报里提到嫌疑人是我妈时，我没采取强硬措施，而是多方验证，心里总有一个声音在说，万一是我错了呢？我多希望我是错的。你已经富足地活了26年。妈妈用从未有过的温柔语调劝，这些年妈妈有多难你是知道的，为你提心吊胆，生怕你的秘密被发现，你就成全妈妈这一次，好吗？反正宋家女眷都活不过40岁啊。富足的生活，原来她是这样想的呀。刺骨冷意随着呼吸侵入五脏六腑，我想笑，可一开口，满嘴咸苦，眼泪的味道，我很多年没尝过了。上一次还是7岁时，妈妈把我关进满是大老鼠的仓库里，因为她说我看到老鼠会尖叫，会像个女孩子。这些年我汲汲营营，无数次陷入险境，在尔虞我诈中步步维艰，可从没一次会像现在这样难受过。从头到尾能伤害我的，好像只有这个生下我的女人。妈妈，恭喜你怀孕。我抬眼时已经压下所有情绪，自怨自哀自怜，不能超过1分钟，这还是他教我的。我对上他满是戒备的眼。如果我告诉你，你现在肚子里的压根就不是孩子呢？天地不仁，以万物为刍狗。这些年我暗中调查，发现历史上不少家族也曾用过九世喜女烛，风水大师李峰在各地都布下过祭祀阵。可你猜怎么着？没一家能善终。400年前，宁江9代望族苏家一夜之间全体暴毙，唯一幸存者是苏家孙媳肚子里的官生子。此子是在母亲死后才诞生，他继承了李家9世财富，从小聪慧过人，最后入宫为钦天监，很耳熟吧？对，他就是妈妈你的先祖，也是李峰的转世。9代喜女就是个彻头彻尾的骗局，血阵里刻的是李峰大师的生辰八字，之所以要9代，是为了积攒足够多的怨气，摧鬼附体。
你现在肚里的怀的就是他。今晚他不除掉，整个宋家都会为他陪葬。你为了铲除弟弟，连这种荒唐的话都能编造，你觉得我会信吗？我妈气急反笑，让保镖立刻把我拿下。可他的人没一个人敢动弹。就在5分钟前，他们收到一张大合照，那是我请他们至亲去国外旅游的照片，老人孩子欢聚一堂，别提多快乐。我走向他，踩过谢震时还用脚碾了碾。妈妈，这儿我早请高人更改，你肚里的孩子很快就会现出原形。我妈目眦欲裂，死死瞪向我，可下一刻，密室里刮起阴风，四面八方响起无数婴儿的哭啼声。几百年里，那些被掐死早夭的女婴一个个显形，她们四肢着地，尖叫着挤成一团，朝我妈肚子里爬去。我妈大惊失色，整个人跌倒在地，她腹中剧痛，肚脐眼里竟咕嘟咕噜冒出黑血。她发出惨叫：“我的儿子！啊这，快帮我，我流产了！”我让她冷静点，没谁流产是从肚脐眼，是怪物要出来了。我妈肚子跟漏气气球似的，飞速干瘪下去，流出的黑血仿佛有生命似的在地上流动。我妈目眦欲裂地捶打我：“是你害了我的儿子，宋浙，你才是没人性的魔鬼！当年我就该掐死你啊！”我蹙眉，腥臭的腥气越来越重，有什么东西在不断靠近。突然，我浑身紧绷，几滴黑血落到我肩上，一只冰凉的手从我掐住我脖子。是你坏了我的好事吧？瞬间，我的身体被入侵了，那股力量钻进我记忆最深处，翻出那些早被我封尘的记忆，试图蛊惑我。宋浙，这个世上没人爱你，你从出生开始就是不被祝由福的孩子，为什么还要挣扎？不如给我。被绑架后，劫匪让我给家里打电话，我妈接了，但在挂之前，她飞速对我低语：“啊这，宁愿死也别让人发现你的身份，不然我会成为家族耻辱，他也会成为大家的笑柄。”直到用玻璃片割破歹徒咽喉，鲜血喷溅满脸后，我突然就释然了。没有就没有吧，又能怎么样？难道缺了这点爱，我就不是我，就活不下去了？我的人生难道还要由别人定义？凭什么？我一点点夺回身体控制权。李峰，该这样叫你吗？你利用人的贪嗔痴恨爱恶欲，蛊惑害人，据说要真正消灭你，需要一个更强大的灵魂，真的吗？身体千钧重，可无论那股力量怎么阻止，我缓慢但无比坚定地抽出随身带的匕首，意志厮杀，硝烟无声。视野里，我妈的表情凝固住。随着我动作开始顺畅，那股力量节节败退，变得慌张急促。你想做什么？杀我你自己也会死。停下，停下！是啊，可为了这一天，我已经等了整整26年。9代喜女，尸骨累累，这场理直气壮的杀戮就到此为止吧。我微笑着，没有犹豫，刺入自己胸膛。耳边是模糊的杂声，有哭声，也有抢救声。我感觉到那股邪恶的力量在身体里消散。这些年缠绕在我耳边的婴儿哭啼声也终于烟消云散。9世喜女在我这画上了句号。1个月后，我出院了。我用真实身份参加了发布会，面对众人的不解、震惊、鄙夷、恐惧，我坦然接受，并毫不在乎。我依旧是宋家的掌权者。我妈去了疗养院，说是精神不大好，她不肯见我，我也不强求。我依旧很忙，秘书汇报行程说叶晨要结婚了，跟庄家的大小姐，你要去吗？我说去呀，发小吗？得包个大的。1年不见，叶晨成熟了许多，我们客气握手。他成熟了许多，我们闲聊了最近经济形势，他新购的产业。我离开时，他没送我，远远朝我点了点头。过了2年，我在一次宴会里见到了庄小姐，她妆容艳丽，但盖不住满脸的憔悴疲惫。这时，我听到宾客在八卦，能不憔悴吗？听说连续生了2胎女儿，也不知为啥，生下就都死了。我猛地抬头，神情复杂。啊，那么邪门，该不会是有病吧？可叶家生意这2年是真的好，做什么起来什么，那财运也没谁了呀！快，叶总过来了，我还有项目等着他投呢。闷雷声在夜空滚起，风雨欲来。在众人热烈的掌声中，叶晨走上舞台，意气风发地谈着恢宏的商业计划。最后，他举起酒杯，笑着朝我看来。我的新时代已经到来，期待吗？